好，针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一起争议持续的延烧。刚刚我们特别聊到了大陆的杀招，除了在经济跟外交方面上面的杀招之外，现在这边呢，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大陆在军事上面的另外一个杀招。今天来看到北京尤其是习近平抛出的琉球未定论，正面挑战于来自于日本的主权，并且另外一方面在海陆空三军压境在冲绳，民意也在做反制了。日本被逼到最危险的深渊吗？今天会一起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习近平祭出的这个琉球未定论挑战了冲绳主权，日本会不会被打到最痛的要害呢？另外一方面，大陆包括海陆空现在三军也压境，无人机越界，海警闯钓鱼台，冲绳真的站在中国大陆火力的半径之内吗？来自于军事上面的威胁。最后是冲绳的民意其实是不愿意打这场仗的，不想为美军打仗，所以呢，民意反扑日本，二战的恐惧也再次的被唤醒了。北京能否利用冲绳反战的舆论来反制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来自于大陆官方的中国日报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重磅影片。这边特别提到，琉球王国呢曾经跟中国大陆维持500年的宗藩关系，1879年的时候才被日本并吞，并且改名为冲绳县。那么这个影片也直接引用了包括了开罗宣言，还有这个波茨坦公告，指出呢日本的领土其实只限于这个4大岛，而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琉球，其实在当时都没有完全的被定论，明确划分为日本的领土。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就已经完全是证实了习近平所提出来的琉球未定论，他所抛出来的这个议题。而大陆其实在冲绳也已经长期透过软性的方式布局了许久的时间。2023年，当时我们来看一下，李强曾经呢接见冲绳的知识。那么日经新闻也揭露在这一段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包括了200个境外的账号不断的煽动冲绳独立的一个内容。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祭出的外交杀招琉球未定论，会被杀得日本措手不及呢？尤其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因为它是美军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重心，也是日本介入台海必经之地习近平这一招能够打中要害吗？大使怎么看？这个是当然可以打到日本要害了，因为日本事实上的话，你说1879年被日本并吞是被日本非法并吞，因为在1879年的时候，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当时的中国大陆都承认琉球是一个独立王国的。那所以日本的并吞是，而且当时的是琉球人所反对的，不是自愿跟他合并的，不像他当时这个跟韩国他是日韩同主论以后他是合并的，韩国并没有太大的反抗。这个琉球是强力反抗的，而且派了使臣到中国去跟李鸿章跟清朝求助。那中国大陆当时也反对，可是因为1895年后发生甲午战争中国大陆连台湾都丢了，所以那就琉球的问题就一直摆着。可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在结束在开罗宣言的时候，照我看的历史，当时这个罗斯福跟蒋介石总统就讲说，他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琉球不是日本的，你们中国有没有意思收回去啊？对不对？那当时蒋介石没有做反应了，后来他怪那个时候王宠惠没有把它讲清楚，因为张宠惠是现场的翻译那这件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可是后来的波茨坦宣言，基本上琉球是要当作它不是就没有就说就不是日本的，所以美军才完全占领。占领以后，当时的处置是要交给联合国。然后联合国，然后用托管的方式，最后交由琉球人民用自决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出路。那日本就很紧张，那琉球人如果给他自决的话，一定是寻求复国的，因为他们有500年的上氏王朝，上氏王朝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个琉球叫万国精良，它是这个在南海上重要，这个东海上重要的这个贸易据点。另外一个，它这个国家治理这个当时明朝皇帝颁了一个匾叫守礼之国，这个国家民风淳朴，然后老百姓生活得非常好。你要说它是群岛还很小的话，它有多少？它有4600平方公里将近5000平方公里那是台湾的大概
1/6、1/7啊，人口有155万啊，不是小地方啊，所以它过去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独立的王国，世外桃源，被日本并吞了。那日本并吞以后，对琉球人是把它当做什么？当做2等公民。琉球人在日本的社会历来都受到很大的歧视啊，他们叫这个琉球人。然后呢，2次大战的时候，美军打日本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跳岛战术，所以我们台湾人是很幸运的。那时候美军选了半天，说打琉球不要打台湾，如果打台湾的话，台湾是死伤惨重啊。结果美国直接从菲律宾拿下菲律宾以后，跳岛就跳过台湾，就直接打琉球。那琉球这个战役里面，琉球的老百姓不但被美军死于美军的枪火，也死于日本军阀。日本军阀怕他们怎么样投降，然后呢叫他们跳崖，然后呢你不从的就把你就处决。日本那个琉球人死了几乎1/3到1/4的人口，所以琉球对于这个日本人是极度有他的戒心的。而琉球的语言文化都跟日本不一样的。你要去琉球去看的话，琉球最多的是什么？跟我们金门一样，风师爷、松师爷。所以琉球事实上，它过去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最深。那琉球人都到福州有个琉球馆去求学经商，都经过福州的。那个时候明朝的时候，要帮助琉球的这个发展，有闽人36姓，就是我们福建人36个姓的人迁居到琉球，帮助他的文化提升，各种各行各业的去。所以琉球人很多人都说我是中国人啊。那被日本人是很奇怪的事，而且他是被日本强占的。所以今天这个中国大陆讲琉球问题，只是回归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声明而已。那琉球到现在有很强的复国运动，所以呢，对日本人来讲，他一直压制，他一直强迫同化，他一直移民。可是琉球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日本人，他有自己的文明、自己的这个传统历史啊。所以如果有大国愿意声援的话，我想日本这个琉球人会增强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现在就跟他们这些人就讲说，他们的第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命运要被重演了。日本人又要牺牲他们了，要把琉球当作战场先牺牲琉球人的命来保住日本人的命。所以呢，这个看法在现在琉球很普遍的。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提琉球也是在帮琉球人解除一个未来可能的一个整个很悲惨的命运。是好，刚刚大使帮我们特别看到当时回顾当时的历史。那琉球人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2战当时的一个伤痛顺便就是因为对于日本跟美国的不信任，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顺应冲绳的民意来用这个方法牵制住日本？等一下我们请上这个会持续的帮我们做分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在刚刚习近平提到的这个琉球未定论的时候，是不是也用武力的方式要触及到，让他知道说中国大陆是有办法可以触及到冲绳的呢？尤其现在包括了海军、空军、海警大陆是3路一起动起来，日本恐怕都是挡不住。刚刚提到了3路，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海军方面怎么做？这是来自于大陆的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11月18号到25号会每天实施的是实弹的射击，那么地点就在江苏的这个连云港的一个外海。距离日本最近的离岛大概是870公里，距离九州900公里。告诉日本说，我们的导弹是打得到你们的。另外一方面，第二个则是从空军方面，大陆的无人机直接大剌剌就穿越到了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空域，日本只好被动式的派战机来做升空，但也不能多做什么。最后是海警，11月16号4艘海警船，他们呢都是有搭着这个舰炮的，轮番闯入了钓鱼台的领海，日本抗议之下，大陆也是完全无视的。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方面来向日本展示说，大陆有足够的武力来支持琉球独立吗？也有哪一些是最致命性的，会对冲绳带来最大威胁的武器？干哥怎么看？中国海事局本来是发布这个在黄海的那个军演实弹射击啦，是17号到19号，结果到今天打到一半，他说不过瘾。我们决定从18号延到25号继续打，为什么？我就打给高市早苗看的嘛。老实讲一句，
我继续在这边军演，距离你们不到1000公里，你们的 P1 侦察机一定会看得到，而且拼命收集数据，没关系，就让你们收集。它的 P1 海上巡逻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海上巡逻机，所以说我就让你收集嘛，对不对？看看你觉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是什么？好，这是军方实弹射击，因为是实弹哦，所以海事局为什么要发布？就所有的船只都要回避啊，不然的话，你要是不小心被我们的军演给打中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这也同时警告了外国船只，所以日本距离这么近，当然是直接警告嘛。那中国的无人机无侦7跟无侦10这些飞机都很像美国的全球鹰长程无人机。长程无人机它可以在天上滞空超过30个小时，它竟然飞越了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领空，距离与那国岛很近，与那国岛的雷达已经抓到它了。那抓到它代表说什么？代表我今天不是用歼16来对你示威，我是用无人机。下一步我就会用歼16。下一步要是我飞越与那国岛附近上空的话，那就是直接警告，而不是挑衅了。那所以就是我今天派无人机去，你看到无人机你会觉得威胁很大，那下次威胁更大。所以另外第三方面还有就是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中国海警派了4艘具有舰炮的海警船其实那根本就是军舰呐，好不好？那就是以前退下来的056，把它改装成那个海上巡逻舰它是带着舰炮的。通常来讲，一般的海上自卫队是不会带舰炮的，除非你就是说有重大的事故才会带着舰炮。那中国现在带着舰炮，然后我要坦白讲一句，中国在去年已经要登全世界第1大的海上自卫队了，就不是海军海上自卫队10年前日本最大的7000吨的福岛号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军事迷都跪下来羡慕。现在中国的最大的海事船兆头级12000吨，日本早就被比下去了。所以在这三管齐下之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日本人他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讲回来，冲绳地位未定论，当然未定啊。为什么？因为冲绳在1945年冲绳战役叫做阿号作战。阿号作战的时候，那个就是他就逼所有的人民，你们就美军攻上来的时候，你们只有一条路，从悬崖上跳下去。刚刚大使讲的，从跳下去，不然，男人会被枪毙，女人会被性侵你们要选哪一条路？结果刺刀不是对着美军，而是对着自己人。他们真的从悬崖上跳下去了，死了多少人？死了大概30万，相当于当时琉球人口的1/3多一些。所以你就晓得说，琉球人根本是痛恨日本人的嘛。他今天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一定要寻求独立。中国讲的地位未定论是没有错啊。不过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就像你说台湾有事，你们也有事，你们日本也有事。那如果说我今天讲你的琉球的话，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看法？对不对？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日本高市早苗，你应该自己要想一个办法下台阶，不然的话这件事情不能善了。对，确实所以现在琉球的内部充满了氛围，就是他们琉球人其实也不想要成为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的炮灰所以冲绳的民间团体最新发声，他们说台海有事，那么冲绳必定遭卷入。他们也痛批美国只会把冲绳当作前线，不会真的保护冲绳的人民。那同时间呢，大陆的官方的解放军报也特别在这个时间发文，他说只要日本介入台海，日本全国你都会有战争的风险。中国大陆能够靠着这个冲绳的民意的一个支持来牵制日本政府吗？上次哥怎么看？我们首先讲冲绳，其实在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可是中国味非常非常浓的，因为他们固定在冲绳的时候会有这个首里城复兴祭。那这就是一个祭典，那么游街的一个祭典是什么呢？就是模仿在当时时候冲绳王国的国王王妃受中国册封的时候，当时游街，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在冲绳岛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连续好几天跟我们在京都看到那个时代祭
平安时期的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中国味十足。所以这种文化的根源的牵扯性哦，我们不只是现在在论斤计价这些，包括美军军事的这些现实性。那但是我们必须得说，今年2025年1月的时候呢，冲绳选出的新的知事叫做花城大辅，他当然是自民党跟公民党合推的，打败原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城丹尼。要知道，真的前几年哦，冲绳的前知玉城丹尼真是红遍中日台。什么意思呢？202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赖清德刚选上的时候，总统刚选上，他邀请全日本所有的知事来，唯独不邀请冲绳这个知识，因为这玉城丹尼爱中国、爱福建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没事就跑去福建。所以为什么说李强接见？要知道，通常来讲，冲绳知识作为日本的一个县作为一个区域的部分的知识，你见不到像李强这样等级的人。就是玉城丹尼他拥抱福建而且一直视为说，刚刚我们讲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历史的根源性，所以可以说这几年当中，冲绳整个对于中国的连结是玉城丹尼这位前知识一手推动的，而且非常非常强烈。福建那边我去福州的时候，就好多跟玉城丹尼有关的，跟冲绳新建了很多新的这种合作的项目啊。当然，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其实对于整个在琉球来说，当然最大的反对就是美军基地了。我觉得美军这件事情有一个数字是，从美军基地建完到现在，在美军在冲绳犯的刑事案是数千件，将近7000多件。这里头包括强奸案啊，各式各样的抢劫，而这些的案件当中，95%以上基本上都是美国他们自己处理，并没有在日本或冲绳当地的法令来处理。所以为什么大家不能特别很难想象说冲绳为什么这么恨？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年轻女孩子等等受到欺负，各位几千件数千件。所以我们来讲现实性，不要说噪音啊、安全这些事情，现实性跟历史性拉扯，到目前为止在冲绳依然是非常严重。我们看到短视频，很多年轻的冲绳姑娘都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冲绳人非常非常多，网络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样子深刻情怀可不是老一辈年轻一辈也都是。所以这种拉扯，我认为对于冲绳自己本身还是有个长期的这个晃动跟不安定的影响。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